OK， 那我們先簡單講解這張地圖的特色哦。前面有提到，這張地圖的特色就是它有4個攻擊方的入口可以進入，分別是 A 大、B 大，還有遊戲區跟高低差這個地方哦。那這4個位置當時為什麼會這樣子設計呢？因為設計師想要在這張地圖的概念是，防守方在中間的這一段可以快速的進行回防，但它的缺點是它會被攻擊方包起來打。然後他們想要看一下，這樣的地圖設計形式能不能取得更好的遊戲體驗？那我只能說這一次的測試，相信大家打下來的結果是不好，一點都不好玩。防守方被包起來打，根本就是一個大災難，好不好？等等，如果射擊遊戲你玩膩的話，這邊推薦你另外一款好遊戲。大家還記得當年下課衝去街機廳投下硬幣，只為了跟朋友來一場熱血沸騰的格鬥天王對決嗎？那種戳招的快感，打出必殺技的震撼，還有擊敗對手時的成就感，是不是至今都讓你難以忘懷？八神庵的八智女，不知火舞的花蝶扇，草之境的大蛇志等等，這些名字承載了我們多少青春回憶啊！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那麼深藏在我們心中的 SNK 情懷，現在要以全新的姿態回歸啦！ SNK 全明星覺醒這款手遊不僅獲得了 SNK 官方正版授權，更將我們熟悉的經典街機格鬥與時下最流行的策略卡牌養成完美結合。想象一下，你可以在這裡把格鬥天王、四魂、合金彈頭等 SNK 旗下多款重量級 IP 的角色全部招募到你的隊伍中。八神庵、不知火舞、草之金、娜可露露這些跨時代的格鬥家将在你的指揮下再次集結，為榮耀而戰。這款遊戲可不只是賣情懷那麼簡單，它在玩法上都進行了創新。卡牌策略與動作格鬥的搭配，你不再只是單純戳招，更需要根據敵人的特性靈活搭配你的格鬥家陣容，考驗你的頭腦戰術。同時呢，角色的專屬技能和屬性養成，也讓你打造出獨一無二的夢幻隊伍。當然，如果你是忙碌的現代玩家，遊戲也貼心的提供了放置和自動模式，日常任務、素材週回都能輕鬆搞定，直接幫你減輕負擔。喜歡與人互動的玩家，這裡也有豐富的 PVP 系統和公會功能，你可以和好友組隊挑戰副本，加入公會解鎖專屬任務，會在競技場與其他玩家一較高下，證明你的實力。最重要的是，官方這次誠意滿滿，福利送不停。現在下載遊戲免費送千抽和核心 SSR 格鬥家，金服專享超豐富福利，包含時薪雅典娜888鑽石，還有顯迪奇專屬女神應援頭像框、專屬稱號和專屬禮包等你來拿。還等什麼？趕快點擊下方鏈接，立即下載 SNK 全明星覺醒，重燃你的格鬥之魂，一起加入 SNK 全明星覺醒的行列吧！那在這樣的大災難裡面，我們要怎麼樣嘗試打好這張地圖呢？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去鞏固地盤啦。如果今天你的隊友是可以溝通的情況下，我個人其實會蠻建議你在這個 A 大口先把它控制下來。那為什麼是 A 大口？因為非常簡單，我們攻擊方跟防守方的初始距離其實差不多近，雖然攻擊方在門口的地方稍微近一些，但是因為它是一個窄口，所以它很容易就被技能給限制住了。所以在這個地方呢，如果我們可以先用第一派的技能限制住這一塊區域，像是你們在比賽上面常看到的叛旗交一個陣，或者是帶猴交一個導引兵在這個地方，這時候蓋上一顆不死龍的煙霧，或者是米克斯的煙霧，這個時候呢，後續防守方趕到這裡去直架這個煙霧，其實相對來說是蠻有優勢的，畢竟攻擊方得出煙嘛。那你說 B 點不行嗎？其實其他地方有個問題是，你踩出來之後，其實你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踩。像是以 B 大來說，你交了技能在圓點的這個地方，但是你踩出來之後，你不太可能一直架這個口，因為當你架了這個口，你勢必就沒有多餘的人力可以去顧好北面的遊戲區。北面的遊戲區其實也是同樣的問題哦。你控制了這個遊戲區，那你同時就得提防這個地下道可能會有攻擊方過來，同時 B 面的這個地方也有可能因為你人力不足，沒有辦法做好有效的防守，被人家一口氣攻破這個 B 點內哦。所以這個是為什麼我們在前推或者是在拿取地盤上面的時候，我們不會選擇在第一排就拿住 B 大跟遊戲區。那 A 大相對來說，你看我們拿到了這個門口的控制權之後啊，我們其實會有相對多的選擇權。第一個選擇權，我們可以直接在這個 A 大的門口跟對方進行一個交戰。那你說，那我拿到 A 大，我難道不用擔心遊戲高低差嗎？其實相對來說比較不需要，因為這個高低差，它雖然可以從這個地方一樣竄上來，但是有個問題。他下來對他來說，他看不到 A 點內的情況，所以 A 點內的敵人有可能在各種角度可以架死跳下來的高低差敵人，高點位、低點位。同時 A 大其實在這邊也可以去進行到一個提防，然後在這個地方的 CT 其實也可以做到相對應的克制，包括在2樓的平台位這裡其實也可以哦。所以相對來說，其實有很多地方可以去阻止高低差跳下來的這一件事情，而且光是說跳下來的這個僵直動作，我相信有許多常打射擊遊戲的小夥伴就知道，這個僵直動作跳下來
一定會漏鷹，那基本上你是很難真的跟人家有一個公平的1打1啦。一下來感覺哪裡都有人，感覺一跳下來就要死掉的感覺，我相信大家都是懂的。所以這個地方相對來說就不好去做滲透，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在 A 大上面有這一個原因可以去好好的控制住這個地盤。那還有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它有選擇權。第一個選擇是我可以門口硬架，第二個選擇是我有些時候我可以不跟他打這一段，因為包點最好的情況就是分成很多段去打，像是好比說雙塔迷城，為什麼大家在打 B 點的時候會相对來說覺得比較難打？因為如果你今天單純從 B 大來說的話，那個口太小；如果你去從 B2樓進攻的話，那個 B2樓有很多段可以打嘛，就先从中路開始打，然後還要打上樓梯，還要打上 B2樓的那個木門口平台，然後到最後才可以打進那個 B 點內。所以今天防守方可以把一個點進攻的路徑切割成越多段打架的話，對於防守方來說會越強。所以在選擇權上面就提供了這樣的選擇：第一段在 A 大的門口，好，打完了，我不打了，我就直接後退回 A 點內，那這樣就可以形成多段的打架。那這是第一個門口，第二個門口則是在沙地這邊有一個開關門，那一樣哦，這個門是可以利用技能把它打開來的。這一段我可以一開始站在這個地方，跟我在 A 大底線的門口的隊友一起直架這個地方。好，架完之後我不打了，我隨時可以利用這個開關門撤退，然後退完之後門口很快就會關起来。那這個時候呢，我也有一個高低的位置可以來讓我做什麼上下直架，跟我底下的隊友去做使用。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在 A 點上面的搶奪，其實它又簡單，技能可以用的更少，同時它的效益值其實也很大。這樣的好處是什麼？我拿到了 A 大一條之後，基本上高低差也不太會能摸，所以我只要 A 大控制住沒有人，我比較大概率可以去猜測對方打的是 B 點了，我們就可以進而去推敲，對方未來會去打哪裡，我們可以更好的提前在防守方上面去布置好人力。但是接下來我要講一個重點，我知道大家在積分上面不一定會得到隊友的幫助，沒錯吧？這個時候怎麼辦？以積分來說，我們比較好的做法是北面前推。那為什麼是北面？原因非常簡單，因為北面對於攻擊方的角度而言，相對於南面的這一塊，其實北面的角度更少，北面角度更少。然後通常守方都會比較有先手權在第一拍的角度上面，好比說這個地方的高低差，如果你硬要走的話，其實防守方會比攻擊方還要再快一點點。那攻擊方這個地方你會稍微比較慢的情況下，那走到這邊就有可能被架住，所以在這個地方你會取得一個比較簡單的1打1。那如果你說對面是2人怎麼辦？那沒辦法，就這積分嘛，積分就是這樣子，你沒有辦法去判斷對方到底你會拉到幾個人。但我只能說，如果真的是1打1的話，你會相對來說比較好打。那好比說你今天推了這個高低差，結果發現哇，這裡有2個人在架你。好，你在圓盤那邊一推就死，那怎麼辦？那沒關係，我們可以改推哪裡？改推遊戲區這個地方。那遊戲區這個地方對於防守方來說也是相對優勢的哦，因為對於攻擊方的角度而言，它需要查的有近跟遠，近是這個地方。遠是這個地方，所以它同時有近遠要查，雖然是同個角度，但是來到後面之後就有上下的角度，並且還有一個斜斜的木箱，斜斜的鐵箱。那這個鐵箱對於攻擊方來說其實蠻困擾的，因為當你今天查右的時候，你有可能會被上層架斜角非預設位的人給架住。那如果你今天不查這邊的話，那你這樣子走，你又會擔心這裡有人。然後你查到這邊的時候，你會擔心你放刺然後給 Kenting 或者是 CT 電箱的人哦，所以這個角度對於防守方而言是真的比較有優勢一點。那這裡你架住之後，沒有人，那這個時候推出去相對的角度也是乾淨一點，就是右邊大馬路跟左邊，那頂多在前推的時候就要小心左邊這個底角，那沒了就沒有了，後面這個地方就稍微簡單查一下，相比於南面的前推真的會好推非常的多哦。再來看一下南面的這個地形，哇，這個地方一推出來真的是非常多角度哦，這裡一個，這裡一個，二樓下一個，然後右邊這個角度，左邊這個角度，還有這個角度，這個角度真的是蠻明顯的，大家可以多玩一下。然後還有什麼右邊跟這個木箱後、鐵箱後，然後 A 大，就太多角度了，相对來說真的太多角度了，所以前推這一個 B 大不是不行，只是不好打。而且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個重點？當你前推這個 B 大的時候，你是沒有任何掩體可以做使用。如果對方真的很多人，你是得直接跟人家就是大馬路上面1打多的拼搶，那死亡幾率是很高的。但相對來說，你看這個北面，你離掩體都更加的近，對不對？所以如果真的有人拉你的話，你都可以好好的去利用掩體幫你進行打架。同時在高低差這個地方的圓盤也是如此，看這裡是不是離掩體直接就非常近了？好，打架打完了還可以撤退，這時候還有第2個角度可以再抽一次，然後才跳下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如果你在今天積分上面你 A 大搶不贏，你隊友也不幫你，那你真的要打的話，我個人會很推薦你去前推這個北面跟北面打架，至少我們有個對槍機會嘛，總比我每次我守 A 點完蛋了 ，B 點爆炸了，然後我回防到一半的時候怎麼樣 ？B 點的隊友死完了。然後我要打那些什麼超難打的回防啊，什麼有不使用的煙霧蓋在這邊啊，然後我要等煙消之後各種角度都有人，又或者是怎麼樣，我回防到一半的時候，B 點沒事了，結果我再回頭的時候，哇，已經有一個邊線把整個 A 點摸穿，然後我被打了個側腦啊或什麼的，哇，那個真的都非常難打。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在積分上面生氣，不是因為我們真的不會玩，而是因為我們沒有開槍機會。我覺得這才是最讓人生氣的一個地方。所以今天在你不了解我不了解你，然後你真的不知道大家應該會彼此怎麼做，想要打一點英雄 play 的時候，我個人會很推薦在北面的地方去跟人家進行1打1。那如果一沒有人，對不对？不要客氣，直接前推。這張地圖防守方前推對於防守方來說太重要了，你能推哪裡就推哪裡。那當然，如果你今天前推到可能被人家抓到之後，就不要再前推了，我們就換個地方推，就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推嘛。对，所以这張地圖前推對於防守方來說特別的重要。好，那積分玩家是個人推，那團隊的比賽玩家要怎麼推呢？不要客氣，就是5個人一起推，可能5個人從北面一起推，3個人 RK， 2個人 Dash， 或者是3個 Dash， 2個 RK 反過來都行。然後先把北面的邊線位給處理掉，把北面的地方先給處理掉，然後。南面也是，南面也可以，你可以採取3個 A 大或3個 B 大，然後兩面夾擊的一起前推。因為當你今天我們不前推的時候，我們就是被怎麼樣？攻擊方兩面包起來打，紅標是我，那藍標是攻擊方。那 B 點也是如此，紅標是我，藍標是攻擊方，就這兩個地方。這兩個地方會對我進行夾擊，所以我們如果今天不前推，我們是被包起來打。但是你看哦，如果今天呢，我做的是前推的話，假如說我做的是南面的 A、B 面前推，那紅標是我們，藍標是他，是不是就換我們把他們包起來打了？所以這張地圖其實是互相在比誰可以更早的用大部隊夾擊到對方。所以以比賽而言，盡量不要待在點內瑟瑟發抖。因為通常不會有太好的下場。好，那你說，那我今天在防守方，那我不想要前推，那我應該要怎麼打好這張地圖的防守角度？有幾個特別重要的點，那我稱為制衡關係，就是呢，我們要了解到，假如說我今天是一個帶猴或叛旗好了，我會滿常站在這個高台的位置，那為什麼是這裡？原因非常簡單，我換個角色給大家看就知道了。好，非常簡單，因為這個地方可以更直的一整條直接正到這個門口，是完全1比1合縫的這個角度。好，架到之後嘞，是不是就沒有攻擊方可以從這個門口第一排走出來了？這時候再蓋上一顆煙，那我們防守方就拿到第一排的槍權了。好，但是拿到槍權之後，很多人就會犯錯了。雖然拿到槍權之後，大家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其實玩法非常簡單，震完這一步之後呢，你現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拿着閃光，先看對手來不來。對手如果硬來，那不要客氣，閃光就過去了。那當然不要閃到隊友，自己要注意一下。那怎麼樣不閃到隊友？你可能要稍微跟隊友溝通一下，等一下你要怎麼做。那如果你真的不想溝通的話，那你改成拿成炮也可以。那一樣，在這個地方就可以打到這個炮了。一樣，交完一個陣，好，拿這個炮拿着。好，對方發現穿煙出來跟我家的 A 大的隊友打了，這個時候不要客氣，炮直接交下去。好，這個時候呢，你就有2個選擇了。第一個選擇，你直接放棄掉北面的位置，直接下來傳送開關門這個地方，跟隊友一起踩好這個 A 大的位置。好，打完之後呢，差不多北面的人到了，拿一個閃光來幫你做一個清查。OK， 這個是一套流程。那如果今天發現，我交完陣了，沒有人來，那這個時候我應該要怎麼辦？跳下去嗎 ？No。這個時候千萬不要跳下去，因為我們前面提到制衡關係就是這裡了。應該說每一個地圖的每一個不同的大角度都有相對應制衡的關係。那以這張地圖來說，高低差制衡點位在哪裡？在這裡，你必須要去制衡這個人，讓他不能摸下來，讓他不能摸下來。那你同時也可以看到，在高低差這邊是不是也是第一個大角度就是找誰？就是找這個2樓平台的人。所以這兩者是一個制衡的關係，沒有誰絕對優勢，但是必須要做到制衡，不能讓他這麼快的跳下來。這是很多玩家們在玩這張地圖會犯的一個錯誤。那你說，下面行不行？其實我覺得高打低打傻逼這句話還是蠻有道理的，所以我覺得還是在高點會比較好一些。只要對方沒淹你，那你就乖乖的踩好你的高點位去進行打擊。好，那防守方一樣，高打低打傻逼的概念也是如此哦，就是今天在防守方回防的時候也是哦。我們要踩好這個2樓的平台，去跟誰？去跟2樓這個地方做制衡。
好，做完制衡之後呢，我們通常如果有淹的話，會把這個地方給淹起來。好，那淹完之後呢，記得不要跳下來，請幫我好好踩在高點位的這個地方，幫助你的隊友可以往前走。因為很多人會犯一個失誤，就是我踩到高點位之後，然後我就跳下來，跟我 CT 出來的隊友一起往前走，然後去清這些角度啊，有的沒的。No， 不要這麼做，並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一直往前衝的，總得有人要站在原地架槍的。那這個時候瞭望台高點位就是最好的架槍手。所以在回防的時候啊，防守方如果發現2樓平台沒有人踩，請務必一定要趕快去踩。好，那踩到高點位之後呢，就可以很好的去幫點內的隊友進行所有的架槍。那架到什麼時候？架到點內的隊友在這個地方走到了，然後已經把點內大致上排查乾淨之後呢，這個時候就可以跳下來了。那這個跳去哪裡呢？請直接開門，這樣子是不是就可以跟藍標的隊友進行一個很好的包夾在這一塊的區域？那這個時候敵人在這邊對槍對一對，門突然打開了，哎呀，那他這局就基本上輸定了。所以每一個地方都有每一個地方的制衡關係，是這樣的原因。所以大家請務必要把握好這個原則在防守方上面。那 B 點來說也是如此，它的制衡關係在哪裡呢？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是點內的人牽制 B 面，然後餐廳的人限制遊樂區的人。又或者是反過來，高台的人限制這裡的人，而在發電機的人限制 B 面的人。不過我個人比較建議第一種啦，因為第二種你在高台的人，其實你真的要去硬看這個角度，其實蠻危險的，因為這裡有兩面的角度，然後還有遠近的關係，所以其實是不太好打的。所以我個人還是會比較建議，就是這個人來看 B 面，然後這個人呢，換看這個 Canteen， 因為它可以換看這個遊戲區，因為它可以離掩體更近，所以它換看更安全。那防守方在 AB 點我們都大致上了解這個地方該怎麼玩之後呢，接下來我們來說攻擊方啦。先來說攻擊方很容易出現的問題，就是大家在攻擊方的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都不好好的利用北面的角度，明明買槍的階段可以直接滑過去的，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就喜歡在這個地方原地一直蹦蹦跳跳。啥事不幹，然後時間快到了，然後才開始去可能 A 點打一波 ，B 點打一波 ，Why？ 為什麼大家這麼做？明明北面有更好打的角度啊，那為什麼北面有更好打的角度？我剛才不是說北面比較傾向於是防守方的地盤嗎？對，雖然北面更傾向於防守方的地盤，但是那是在你完全不教技能的情況下啊。好比說今天這個地方，如果我也有個叛旗，那我在南面可能比較難去教這一個陣。那我在北面這邊可以很輕易的就教這個斜的陣來阻止怎麼樣防守方第一拍拉出嘛，因為我剛才有說過，防守方如果硬要拉的話，其實防守方會比較快一點的，都是競走的情況下，防守方有機會比較快一點，所以你就可以阻止到這個人拉出來了。你看是不是就阻止到了？好，那攻擊方在 RK 這個地方其實也如此哦。雖然這個地方呢有機會怎麼樣，有很多的角度，那沒關係啊，你可以教一個小方法。好，但如果你說，老師，可是我沒有叛旗，我不是叛旗，那我該怎麼辦？我要怎麼去清這個北面的角度 ？OK， 這就是我要說第二個大家常犯的錯誤了。大家呀，其實清這一張地圖的順序是錯的，也不能說大家都是全錯啦，只能說大部分人是錯的。那該怎麼清呢？大家在清這個北面遊戲區的時候啊，好像都搞錯重點了。剛才我們理解到這張地圖這個地方，如果你不教技能的情況下，一定是防守方比較優勢，對吧？對，所以不要從這個地方，因為這個地方啊有一個角度一定是攻擊方的，就是什麼 B 面。這個 B 面你只要願意拿，一定是攻擊方大於防守方的，因為角度的關係，我們有更接近掩體的角度，我們有近有遠，但是防守方卻只有一條樓梯，而且它有高低差的關係，所以它也不好瞄頭線。當然夠準的話還是可以，只是相對來說是不好瞄的。所以防守方在攻方這一塊的 B 面搶奪就打不贏對手了。好，那這個時候我已經知道 B 面是我必拿的地方，那下一個地方就是哪裡？不要客氣，走地下道。當你從地下道來清這個遊戲區的時候，你會得到更好的角度。第一個地方這裡，第二個地方這裡，第三個地方上面，第四個地方比較麻煩，它有上下。那你就選一邊來賭，通常我會選下面，因為不太有人會站在上面直架這裡，它風險太高了，它得顧兩邊。以概率來說，不太會是選上面，所以我們通常會架的是什麼？第一個地方這裡，這裡，這裡，然後第四個地方這裡，然後第五個地方就是這裡了。然後接下來你會發現，你清完了這個比較難清的地方了。那第六個地方是哪裡呢？沒錯，就是這裡了。好，這裡清完之後呢，就是哪裡？就是這裡了。那你會發現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輕易打得到你側腦。如果它沒有莫名其妙拉出來的話，那你是不是就做到一個很完美又無聲的插點了呢？
這樣的角度才是對的。但如果你從這個角度來清，你會遇到一個問題，這裡已經是個問題了，那這裡也是一個，你清完這些比較難清的角度，但這邊就是個問題了，就這個地方確實高台就有機會在這個角度支架了，就確實有機會在這個角度支架了，但這個角度是看不到這裡的，所以這也是我告訴你為什麼從這個角度清比較好。第一個，你沒有近遠的關係需要去選擇，然後你可以非常直覺的去清这些角度，非常非常的直覺。对，基本上就是這樣子。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一個攻擊方，然後你不想打快的話，那你又想打 B 點，那我非常建議順序就是從這樣子去做進攻，而不要一開始也不知道要幹嘛，然後就從這邊開始慢慢清，是非常難清的。我相信清過這邊的小夥伴一定都覺得哇好難啊，是真的非常的難。儘管後續有多了這個平台，其實也沒有差太多，一樣還是很難清。OK， 所以這是攻擊方蠻多人會去犯的一個錯誤哦。講一些小細節、小技巧，覺得這個地方其實可以無聲跳啦。這個地方其實可以無聲跳，哎呦，沒跳好，就是，哎，奇怪了，完蛋了，就是反正就是這個地方可以無聲跳，你們去上網找一下就知道怎麼做了。這個地方是可以無聲跳，但是相對來說還是沒什麼必要啦，就除非你是邊線，不然這個技巧其實你用不太到。好，那我們來說一下特務應該會怎麼選。通常特務在這張地圖陣容上面選擇，我個人會傾向於你選叛旗跟帶猴。我覺得這兩隻角色不管是積分還是比賽都還蠻重要的，因為你看這個地方有先天可以拿 A 大的優勢，然後你在閃光上面其實也有很多角度可以打得很刁鑽，這個真的是我覺得蠻推薦的一個特務。那再來就是帶猴了，他不一定要站在這邊，他也可以站在哪裡？他也可以站在這裡，但這個地方通常是煙角在站的，因為在這個地方的煙角比較好去做到兩面的幫忙，就是下烟啊什麼的，所以這個地方通常還是給就是可能帶猴啊那些角色去站會比較好。好，一樣就是他可以開局就下一個轟炸，但是記得哦，轟炸呀，通常煙霧會下在哪裡？通常煙霧會下在這個地方的切口。通常會下在這個地方的切口，但是你導彈啊，請千萬不要下在跟煙同一個切口的地方。為什麼？因為當你今天導彈轟在這裡的時候，你會發現它從飛到引爆是需要時間的，這個時間都已經夠了，人家走出來了，所以不要去做這種事情哦，請下在他下一個要出來的門口。所以開始煙下，然後這個地方的導彈直接給在他什麼他要出來的地方，那他想要走出來的時候，他知道一定會被導彈轟炸，他就出不來了。那他下一次再出就得傳煙出來，他就很劣勢了。所以你就會可以利用一個導彈就幫助隊友拿下一整個地盤。同時，為什麼帶猴？帶猴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它可以開局。也不是，或者是後續打回防的時候做到一個很好的清點。好比說對方突然 RB 了，那對方要裝包，我可以丟個導彈限制對方裝包。如果是我兩個導彈留下來，跟隊友一起準備好，然後3、2、1，然後把點內一些比較難排的角度一口氣給排查乾淨。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可以省去很多清點的功夫跟麻煩了，這是很推薦的。那在煙角上面，我個人會推薦給 Mix 還有布什東。那為什麼是這兩隻角色呢？原因是因為布什東的煙霧範圍剛好可以涵蓋這兩個地方嘛。然後它相對於科勒福來說的話，它的煙霧時間更久，而且它同時可以一次釋放3顆煙，所以在攻擊方的時候，布什東3顆煙的優勢就體現出來了。尤其是打 A 點的時候，有的時候我不是很想要去清左半邊的 A 點，我可以掐這2顆毛毛蟲煙。但你說，這2顆毛毛蟲煙不是 Mix 也做得到嗎？但是有個問題是在高點位的地方。有可能會被打，所以這個時候第3顆煙我或許可以拿來蓋在2樓高地叉或者是 CT 口的位置。那當然這沒有絕對哦，這只是相對來說我們可以這麼做而已。又或者是打 B 點的時候，我也可以做到同樣的概念，一樣就是下煙 ，OK， 然後就進場嘛。好，那這時候打架打到一半的時候，因為 Mix 只有2顆煙，但如果臨時突然出了什麼 trouble 的時候，那真的不行了，臨時下第3顆煙，因為這張天幕之匣真的很容易出現一些所謂的亂流，所以這種時候有亂流可以來用煙霧阻止的話，也是一個很不錯的策略。那再來就是不使用的火了，這個主人燃彈跟這個彗星空襲其實都是一個很好可以在近跟中方做到一些阻攔啊，或者是戰術價值的一個道具，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這張地圖從以前到現在都不是選歐門，而是選布什東。那現在新角 Mix 出了嘛？那 Mix 其實也可以做到差不多的概念，只是在大招上面，我覺得這角色大招真的蠻廢的。這只要大招就推人家一下，然後人家槍還是準的，只是聽不到聲音。我覺得整體來說影響攻擊方不大，但是防守方它很好用。為什麼？因為它可以開許下一顆煙，然後它就可以開一個這個地方。
如果他真的在 A 點的話 ，Mix 就可以做這種事情。那在 B 點的話也是如此哦。今天不死東可以利用主人燃彈來阻止對方的一波，那 Mix 其實也可以做到差不多的概念，就是有人要 rush， 那我就丟個陣在烟霧外，讓對方看不到，雖然會被打掉，但是他還可以再緊急下第二個，或者是他可以幫隊友去進行補血，這都是非常好用的技能在控圖上面。那你說在攻擊方的時候，就相對於沒有不死東這麼的直覺了，也不能這麼說。因為不死東有衛星空襲，所以衛星空襲很強，相較於這個拍手的大招零震盪，兩人都有在攻擊方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他需要去練 line up， 可能需要去練一些近點時候比較關鍵點位的 line up， 像是正包後啊、正 CT、正 canteen 出口的這些位置，他是需要去練的，不然有些時候有些門口他阻止不了，這是他跟不死東都遇到的問題。但是一樣，不死東的優勢在於他可以去進行亂戰之後，如果真的出現了一個臨時狀況，那 Mix 只有2顆煙，他就沒有多的煙可以來做使用了嗎？所以這可能會是 Mix 的一個問題。但是 Mix 的優勢也是在他的這個 Q 技能可以很好的幫助決鬥者更快速的進場，因為我們知道今天攻擊方打一波的話，其實對於防守方來說壓力真的很大，尤其現在速度又加快，哇，那真的是很難擋呢。所以只能說都很好用，各有利弊，那就看你怎麼選擇啦。那其他的角色守衛，我個人會蠻推薦就是 Cypher。那你說維托行不行？我覺得還好，目前主流還是 Cypher 跟凱宙。那凱宙是因為現在有這個大招嘛，這個大招現在我記得大部分的技能好像沒有辦法直接處理掉了，所以有稍微加強回來。但我很久沒玩凱宙，我可能記錯了，我如果說錯的話，請見諒啊。那 Cypher 的原因是因為它可以用2條半線加一個攝影機拿到更大量的情報，相較於凱宙啊、維斯啊，還有維托，所以我個人還是覺得以優先級來說的話 ，Cypher 會大於其他守衛，我自己是這麼覺得的。好，那在決鬥者上面毋庸置疑，好不好？一定是霓虹。這張地圖霓虹真的太強了，那現階段的霓虹真的在哪一張地圖都可以用出來，所以就看未來官方改不改咯。其餘的決鬥者，我覺得強度來說並沒有差異太大，我覺得都是可以用，但是都不如霓虹，所以霓虹會放在 T0， 其他角色我會放在 T1。OK， 那大致上全部的角色我都說完了，那大家對於這樣子的教學內容還滿意嗎？如果有任何問題還聽不懂的，或者是有什麼覺得我說錯的，都可以歡迎在下方跟我一起討論，好嗎？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嘍，各位下次再見，各位拜拜。